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许半夏也好，赵丽颖本身也好，少女感不过是一副旧皮囊而已。在众多85后女演员中，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堪称典范。她凭借农村题材剧《幸福到万家》成功拓宽了戏路，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随后，在国产大女主剧泛滥的当下，她凭借《风吹半夏》中的精湛演技脱颖而出，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赵丽颖的转型之路不仅彰显了她的演技实力，也为她的演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赵丽颖在诸多作品中获得了高口碑，但仍有部分评论质疑她失去了少女感。这种评价看似通俗易懂，实则毫无根据。赵丽颖的演技和魅力是全方位的，不应仅仅局限于某种刻板的形象定义。在娱乐圈，评判一个演员的价值，应该综合考虑其表演能力、角色塑造和观众共鸣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简单的以少女感作为标准。这样的评论不仅片面，也忽略了演员自身成长和演艺事业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演员的评价，尊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个人魅力。赵丽颖在挑选许半夏这一角色时，她的目标并非塑造一个仅仅符合白幼瘦审美标准的形象，而是力求呈现出一个充满野心和斗志，在生活的荆棘中坚韧成长的独立女性。这个角色真正的魅力，在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既有对未知的勇气，又有对未来的执着，是真正意义上的引人瞩目。相较于如今泛滥的傻白甜和白莲花女性角色，赵丽颖所塑造的角色独树一帜。她并非依赖他人拯救的大女主，而是凭借自身的坚韧与智慧，散发出独特魅力。然而，这样的魅力似乎被忽视了，仅仅因为她的面容缺乏所谓的少女感，就成为了被挑剔的焦点，这实在令人感到讽刺。赵丽颖的演技与实力远胜于那些空洞的角色设定，她以真实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在这个充斥着刻板印象的娱乐圈，赵丽颖的坚持与突破显得尤为可贵。观众对于男女演员的评价标准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以赵丽颖为例，尽管在剧中表现出色，但仍有声音认为她缺乏少女感。然而，对于剧中的男主角李光洁和欧豪，我们却鲜少听到类似的批评，说他们缺乏少年感。这种对男女演员的双重标准值得我们深思。赵丽颖的演技和形象塑造受到质疑，而男演员们则相对宽松，这反映出观众在评判演员时可能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我们应该摒弃这种偏见，以更加公正、全面的视角来评价演员的表演。创作讨好年轻观众，多样美被狭隘标准。在众多题材中，偶像甜宠剧最擅长营销少女感。他们之所以将女性角色的少女感作为一大卖点，主要是因为这些剧集往往更注重颜值而非作品质量。这类剧集往往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角色间的甜蜜互动和浪漫情节，以此吸引年轻女性观众群体的关注和喜爱。因此，偶像甜宠剧通过强调少女感来打造一种轻松、愉悦、梦幻的观剧体验，让观众沉浸在浪漫的氛围中，享受青春的美好。现代甜宠剧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备受欢迎，他们观赏的核心诉求聚焦在主演的高颜值上。对于这类观众而言，只有当男女主角散发出阳光帅气的少年感与貌美如花的少女感时，剧作才具有观赏价值。演员是否符合这些特定的视觉审美标准，成为了他们评价角色适配度的唯一准则。在演艺界，有一些演员虽然拥有精湛的演技，但由于缺乏少年感和少女感，因此难以在偶像剧等题材中崭露头角。
像中年实力派演员张译、于和伟、雷佳音等人，他们能够在各种题材中游刃有余，却唯独在偶像剧领域难以施展才华。这些演员的表演风格更加偏向于成熟稳重，无法传递出偶像剧中所需的青春活力和情感张力，因此往往被这类题材所排斥。虽然他们的演技备受认可，但在偶像剧的舞台上，却需要更多的年轻元素和活力，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随着时代的变迁，偶像剧逐渐成为了年轻观众的心头好，特别是那些年龄在10几岁到30岁左右的人群，他们对偶像剧的期待已经渐渐成为了作品创作的重要内核。在这个颜值至上的时代，演员的外貌条件已经成为了硬性需求，颜值的高低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作品的成败。因此，剧情和人物设定以及演员的演技等要素，在某种程度上都退居次要地位，只有颜值至上才能满足年轻观众的喜好。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偶像剧的制作方不断推陈出新，从选角到剧情设计，都以颜值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也让偶像剧在年轻观众中拥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剧集类型之一。实际上，观众的审美并不局限于狭窄的标准。然而，当作品努力迎合年轻人审美时，他们往往过于强调少年感和少女感。这种刻板的美丽观念不仅限制了创作的多样性，还引导了风向，使得年轻观众更倾向于关注单一的颜值。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选择，让他们难以接触到更多元化的审美体验。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并拓宽对美的定义，以呈现更多元化的作品，满足观众不同的审美需求。影视创作的流水线模式直接限制了多样审美的可能性，导致内容逐渐迎合并引导年轻观众的内心期待。这种趋势反映出，尽管观众喜好在表面上被迎合，但实际上创作方已经掌握了引导观众喜好的主动权。这更像是一种默契的协作，存在于创作端的影视人与接收端的观众之间。影视创作者们不再刻意追求新鲜和多样化的审美表达，而观众对这类题材的热情也日渐消退。在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共识，即维持现状，不再刻意追求变革。这种合作模式的形成，既反映了影视行业的现状，也揭示了观众审美的演变。助推这股风气的另一股力量，则是众多小花们。他们之所以能在娱乐圈崭露头角，并非因为卓越的演技，而是凭借出众的颜值。在大量言情偶像剧和甜宠剧的熏陶下，他们仅凭颜值就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些小花们以颜值作为敲门砖，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新星。赵丽颖，这位在85花顶流中独树一帜的女星，起初因出众的颜值而备受瞩目。然而，她并未满足于这种以貌取人的审美局限，而是不断挑战自我，寻求更多的可能性。与其他85花相比，赵丽颖更注重在专业领域上有所建树，不断突破自我，寻求更高的艺术成就。如今的她，已不再是仅仅依赖颜值的明星，而是一位在专业领域上不断努力、不断突破自我的优秀演员。赵丽颖的转变引起了粉丝群体的争议，她的外貌不再符合传统的少女感审美，然而演技却获得了显著的提升。然而，这一转变却引发了一部分粉丝的不满，他们更倾向于她过去的形象。这些粉丝主要是赵丽颖的颜粉或其他年轻女星的粉丝，他们对于赵丽颖的新形象难以接受。这一争议凸显了粉丝对于偶像形象的期望与审美偏好，同时也展示了赵丽颖作为演员在职业道路上的勇敢尝试。
强调演员的颜值是一种粉丝心态的体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即使是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明星，如林青霞和王祖贤，也无法避免岁月的痕迹。对于30岁以上的女明星来说，她们或许还能通过营销手段营造出所谓的少女感，但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演员的才华和内在品质，而不是仅仅看重他们的颜值。毕竟，一个优秀的演员应该具备扎实的演技、独特的魅力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这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因此，让我们不要只看重外表，而是更加关注演员的真正实力和内在美。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女性步入40岁、50岁的年纪，如果依然过分依赖早已不再符合她们年龄和气质的少女感作为自己的魅力标签，恐怕只会更早地陷入尴尬的境地，成为他人的笑柄。真正的成熟与魅力，应当源于内心的积淀和智慧的积累，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青春外貌。因此，对于这些女演员来说，像赵丽颖这样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转型的过程中，她们必然需要面对没有少女感的批评。那些曾经热衷于追捧演员少年感和少女感的粉丝，在演员步入40-50岁之后，恐怕难以再违心认同他们的状态依然如旧。这样的现实，是每位女演员在职业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挑战。她们可以选择追随更年轻的明星群体，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单一审美趣味，或者她们可以摆脱自己的审美习惯，欣赏女演员所展现的更多元化的可能性。这样，她们可以在审美上寻找新的立足点，让自己的审美观念更加丰富和多元。南宁视角下的少女感，是长期审美规训的结果。演员的魅力并非源自少女感，但拥有少年感或少女感的演员同样具有独特的优势。谭松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30岁左右的年纪仍然能够演绎高中生角色，毫无违和感，这足以证明她身上的少年感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对于演员来说，拥有少年感或少女感并不是劣势，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演艺事业中的一大助力，让他们在角色塑造上更加游刃有余，为观众带来更加真实、自然的表演。演员身上所展现的少女感，并不应成为被非议的理由。真正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公众对那些缺乏少女感的女演员所给予的负面评价和羞辱。这样的评价忽视了女演员的多面性，将她们局限在单一的少女形象中，是对她们才华和努力的否定。演员的魅力在于能够塑造多种角色，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特质。因此，我们应当尊重每位女演员的独特之处，而不是过分强调她们身上是否具备少女感。这样的观念才是更为宽容和尊重艺术的。过去少年感和少女感都是褒义词，只不过对于女演员是否还存有这种青春的味道，用的是少女感，但对于男演员用的却是少年感而非少男感。可见对于很大一部分人而言，所谓的少女感，更多的是男女关系中男凝视角下产生的一种审美。这就导致少年感是褒义词，却让少女感渐渐变成了性质有明显差异的负面词汇。当越来越多的女演员被指控长得不够年轻好看，却要强行演少女，或是原本凭借颜值出圈的女演员，如今却走出了这一舒适圈，不拼颜值拼演技都成为吐槽的众矢之的。这就意味着对女演员们有偏见的人，对粉丝或是演员本身进行着隐形的 PUA， 而很大一部分人不但没有意识到这种 PUA 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审美，甚至还成为了迎合的群体。可见少女感也是长期审美规训的结果。女演员和她们所诠释的角色究竟应该具备何种标准？这一问题向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过去，观众或许更偏爱那些天真烂漫、甜美可人的傻白甜和清纯无瑕、柔美脱俗的白莲花。然而，时代在变，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如今，那些专心事业、独立坚强的大女主形象，已逐渐成为荧幕上的新宠。她们不再只是依附于男性角色的花瓶，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魅力和故事线，让人眼前一亮，为之倾倒。这种转变，既是观众审美观念的更新，也是影视行业对女性角色塑造的新探索。随着观众观影经验的积累和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他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然而，长期受到偶像剧审美范式的影响，部分观众在缺乏独立审美意识的情况下，可能忽视了自己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观众，他们的审美并不应被局限于某一特定类型，而应勇于探索更广阔的艺术领域，以满足自身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在国剧市场中，中年演员们常常因为挑战与自身年龄不符的角色而饱受争议，尤其是女演员，她们的生存困境尤为突出。以《如懿传》为例，尽管周迅和霍建华在剧中均从年轻角色开始演绎，但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周迅。这一现象揭示了女演员在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她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角色，以避免被公众质疑与自身年龄不符的表演。女演员在演艺圈的生存状况往往比男演员更为艰难。一方面，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观念较为苛刻，对女演员的外貌和形象要求更高；另一方面，适合中年女演员的角色相对较少，导致她们在选角上受到限制。因此，当女演员尝试挑战与自身年龄不符的角色时，很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受到严格的评判。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该给予中年女演员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首先，演员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并尝试不同类型的表演风格。即使角色的年龄与演员本人有所出入，也不应该成为评判其表演能力的唯一标准。其次，我们应该鼓励中年女演员寻找更多适合自己的角色，发挥她们的演技优势，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总之，中年女演员在国剧市场中的生存困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看待她们的表演选择，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支持。同时，也希望中年女演员们能够保持自信，坚持自我，继续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正因为这样的审美趋势，许多女艺人在追求美丽的外表时，却忽视了自身其他宝贵的特质。尽管她们拥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但这种焦虑让她们失去了自我。即便是如周迅这样的女神级人物，也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心态失衡。然而，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而是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内在品质，这才是她们真正的闪光点。因此，女艺人们应该学会珍惜自己的内在特质，不要被外界的审美趋势所左右，保持自信和独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许多女演员以年轻演员演技不足为由，亲自演绎少女角色，这背后反映出少女感审美的流行。她们错误地认为只有具备少女感才能赢得观众喜爱，将颜值视为吸引观众的唯一要素。然而，真正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才是演员长期发展的关键。因此，女演员们应该更加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而不是仅仅追求外在的少女感。许多女演员并不将少女感视为自己的优势，相反，她们通过展现女性的多重魅力来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形象。像《风吹半夏》这样的作品，展现了女性的真善美本性以及敢爱敢恨的个性，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多元魅力。这种多元化的审美观念
不应该被单一的框架所束缚，而是应该更加开放和包容。这样的女演员和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多样性和力量，也让我们更加欣赏和尊重她们所呈现的美丽和魅力。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成功地突破了个人舒适区，更展现了她超越传统花瓶偶像形象的决心和实力。对于一位步入30加的女艺人来说，她展现出的这种转型觉悟和野心，以及敢于挑战并成功完成转型的魄力和能力，无疑令人赞叹不已。赵丽颖的这次转型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也向观众展示了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可以不断挑战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性。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借鉴。在娱乐圈，那些被标以少女感的标签，往往不是女演员最突出的特质。事实上，相比于过度追求外表的年轻与美丽，她们更应该把重心放在精进演技和选择优秀的作品上。因为对于演员而言，真正的魅力来自于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的表演技巧，这才是他们最应该追求和展现的少女感。无论是体现在许半夏这个角色上，还是赵丽颖本人身上，都不过是外在的一种表象，一种易逝的青春符号。与其执着于这种短暂的魅力，不如放开束缚，去探寻真正能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内在优势。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对外在形象的超越，更是对内在力量的挖掘和提升。在时间的洪流中，真正的魅力来自于内心的成熟与智慧，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和坚守的。